挑战众志成城，天堑变通途；挑战险地排雷，还人民安全；一颗铁钉，不放弃每一寸土地；挑战勇攀珠峰，43年从未放弃。大家好，我又回来了。挑出20。谁能获得年度挑战大奖？敬请关注《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总决赛。在这一季，我见到了更多的挑战者，使不可能变成可能。对于人生来说，处处是赛场，为生命加油，为中国加油。感谢每一位来到这个舞台的挑战者，让我们一起加油，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可能。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大型励志挑战节目《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年度盛典。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我们《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的舞台上，无论是少年、青年，甚至是和新中国同龄的年过古稀的挑战者，都在用他们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挑战精神，在书写着壮丽的挑战画卷。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今天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为所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中国人加油，向所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中国人致敬。今天我们的3位评委将向我们推荐他们心目当中最能承载挑战精神的年度优秀挑战项目和挑战者。海天蚝油一招定鲜，本节目由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独家冠名播出。挑战成就未来，本节目由为祖国下一代喝上好奶粉的君乐宝奶粉特别呈现。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加的新可能。少年强则中国强，有那么几个少年，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未来的冲击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有请董卿评委为我们推荐他心目中年度优秀挑战者。我要向大家推荐的这位年度优秀挑战者，人称“行走的小诗词库”。他告诉我们，挑战不可能就是1遍不行2遍，2遍不行3遍。他用稚嫩的声音演绎了“少年强则中国强”的经典，经典引路，诗词为伴，是诗词让这位中国少年拥有了不畏艰难、不惧挑战的精神。有请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年度优秀挑战者王恒毅。有请。你看，他非常熟悉，他知道这个台子。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我又回来了。哦，之前我们曾经问过他能背多少首古诗词，他的答案已经让我们非常震惊。再告诉大家一遍190，不对，490多首。哇，490多首，你不说500首就算了吗？490多已经跟500差不多了。他能够背大约500首古诗词。小易，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我今天挑战的是唐诗9宫格。评委首先从300首唐诗中随机挑选10首，每一首中任意选择2联相邻的诗句，只保留9个字。挑战开始后，每首诗句中保留的9个字
将以任意5个一组的形式，在9宫格中不断随机闪现。挑战者要通过9宫格中看到的提示字背出一整首诗，10首全部背出，即为挑战成功。今天这么难的挑战，你有信心吗？雄关漫透身如铁，而先迈步从头越。哇！我对不出来。接下来，你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确定了哈。请王恒毅进入我们的挑战等待区。你自己坐得上去吗？啊，哈哈，可以。好，接下来戴上眼罩、耳机。那么一块儿吧，来，有请。2联诗句只保留了9个字，而且还是5个一组，随机在9宫格中闪现，不能同时看到所有的提示信息，却要背出完整的诗句。这对成年人来说都是一个困难的挑战。年仅5岁的王恒毅能挑战成功吗？主持人，挑战题目已生成完毕。谢谢挑战助理。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为王恒毅摘下耳机和眼罩。来。我感觉他现在来这个舞台已经放松多了。对。如果你准备好了，叔叔就要宣布挑战开始喽。我准备好了。好。啊。我宣布挑战开始。好，开始了。这个应该是日章序的山中留客。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清音辨你归。纵使晴明无语色，入云深处一沾衣。哇！背完了吗？完了。好，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正确。对，我是没想到他这种变换其实还是挺考能力的。我光看都看花眼了，这9个字我还没认全呢，他已经把整首诗跟这9个字对上号了。哇，厉害！那我们接下来1道题成功了啊。还有9道题，接下来看第2题。这个应该是日孟浩然的宿夜诗山房待丁大不至。哇！夕阳渡西岭，群鹤书一鸣。松月生夜凉，风泉满青天。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之子期宿来，孤琴后罗镜。哇！请看正确答案。回答正确。接下来第3题，请看题。哇，我到现在一首我都看不出来。这个应该是张说的《幽州夜饮》。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军中一剑舞，
塞上众佳音，不做边城将，谁知恩愈深？请看正确答案。回答正确，幽州夜影。接下来我们看第4题，请看题。这个应该是杜甫的《前出塞》：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清零，岂在多杀伤？好，这是干啥？你还要把诗写下来是咋的？来看正确答案。哇，回答正确，而且还相当有感情。接下来我们过半了啊，第5题。小恒毅碰到了挑战开始之后第一个让他拿不准的题目。现在交替出现的这9个字，在他脑海中，他在飞快地整理他的所有的资料，存储的这些文件，究竟哪一些和这9个字是符合的呢？这首想得起来吗？好，没关系。想不起来的，我们有一个规则，你可以说我跳过去，先看下一首。过。好，我们看第6题。继续想想还是也过？过。看第7题。这个应该是罗隐的《蜜蜂的蜂》。无论平地与山间，无限风光尽备战。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好，来看正确答案。反正这几个字我看都在里边了。回答正确。第7题拿下。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8题。这个应该是李白的《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好，来看正确答案。回答正确。再拿下1题，我们还剩2题，不要着急。我们来看第9题。这个应该是孟郊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好，来看正确答案。回答正确。孟郊的《登科后》啊，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有一道题，请看第10题。这个应该是李商隐的《蝉》。本以高难保，徒劳恨费生。五更疏欲断，一树必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无以平。凡君醉相警，我亦举家清。好，来看正确答案。回答正确。哎呀！ 10道题里面，你
顺利地解决了8道题。现在我们还剩下第5道和第6道，不要着急，好吧？我们回过头，现在你有很多的时间放松状态，那些诗一定都在你的脑海中，很快你就能让他们对上号。我们春风得意马蹄疾，恒毅请看第5题。看第6题。好，看第6题。9宫格的诗词挑战，小恒毅进行的并不顺利，截至目前还有2题未能答出，小恒毅似乎陷入了僵局，他还能挑战成功吗？要不我们回头再看第5题，就看第6题，好不好？这首诗是唐诗，他的作品的确不多。比较小众。它其实跟刚才的第5首啊，有一点点的关联。我都提示一下，也许你可以找出来其中的一些关联。好。第5首诗呢，诗名里边有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呢，必须要吃冷的东西。我们先看第5首。是韦应物的《寒食记京师诸记》，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看花想朱棣，杜陵寒食草青青。来看正确答案。回答正确。还有最后一首诗，第6题。这首诗应该是和自己的友人告别。是司空曙的《云阳管雨寒声宿别》。背出来，我们看正确答案对不对？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孤灯寒照雨，深竹暗伏烟。更有明朝恨，离悲西共处。背完了吗？背完了。来看正确答案。回答正确，挑战成功。耶！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再次把掌声送给小恒毅。恒毅每次都是跟奶奶一块儿来的，接下来让奶奶也到台上来吧。来，掌声有请奶奶。小撒老师好，您好，您好，您好，评委老师好，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听恒毅刚才说了，整个春节都在家跟您玩飞花令。对，就从上次那个节目回去以后，对飞花令特别的感兴趣。
最喜欢和谁对飞花令？最喜欢跟奶奶对。哎呦，为什么呀？奶奶唐诗300首会100首。小艺应该说会得到很多的赞美啊、夸奖啊、关注啊，他自己会怎么样来对待外界的这种关注？他们都夸我了，我心里很不安，因为《弟子规》里说了一句话：“闻欲恐，闻过心，直量事，见相亲。”哇，你给大家解释解释这句话什么意思？听到别人夸赞的话就感到不安，听到别人说的过错就感到欣慰而承认，这样才能进步。好。哇，小恒毅真的是让我很惭愧。这境界哈，对，都是我们达不到的一个境界。对啊，我现在听到表扬我的话还很高兴。看来我还有很大的距离跟他。那你最近又背了些什么新的诗吗？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春江花月夜，蜀道难。蜀道难会背了吗？噫吁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翁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实战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者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清明河盘盘，百步九折银阎鸾。门生力尽仰斜溪，以手扶阴作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飞鸟好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已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拼崖转石万壑雷。其贤也如此，假而远道之人，胡谓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左手获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进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好，厉害厉害。我觉得小艺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倒不是说他背了多少首诗，而是你看他每一次来挑战的难度都在不断的升级，就是说他自己在不断的学习，在不断的进步，他对自己还有要求呢。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提倡的一种，去不满足自己，去不断挑战自己的一种精神，在这么小的孩子的身上都已经能够体现出来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接下来就有请董卿评委为《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年度优秀挑战者王恒毅颁发奖牌。你好，恒毅，祝贺你表现得太棒了！你是跟我握手还是跟我拥抱啊？非常礼貌的、短暂的握了个手，很有绅士风度。把我们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的奖牌颁发给你，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虽然说现在可能孩子感受到的只是背诗的快乐，但是诗词到底能在他的小小的身体里，未来会绽放出什么样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刚才你背的是《蜀道难》，也用李白的一句诗送给你，祝福你天生我材必有用，加油！谢谢董卿评委，也再次掌声祝贺王恒毅，祝贺奶奶。海天蚝油一招定鲜，本节目由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加的新可能。本节目由吉利汽车博瑞博越特别支持，大美中国车为中国加油。有请孙杨评委为我们推荐下一组年度优秀挑战者。编队是整齐如一的验证，行进是流动的钢铁长城。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见证了他们一次极致精准的测距挑战和一场真实的护卫任务。从千锤百炼到万无一失，他们作为中国外交的礼仪名片，用2000多场次零失误的护卫任务，用他们的青春与热血捍卫着国家荣誉，展示着大国形象。他们就是肩负着国家崇高礼宾任务的中华第一旗，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年度优秀挑战者国宾护卫队。谢谢孙杨评委。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先通过一个片段来回顾一下当时国宾护卫队给我们带来的他们执行过的真实的护卫任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钓鱼台国宾馆，那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国宾护卫队就将从这里出发，来完成一下护卫外国元首的重要任务。等一会儿呢，我将全程跟随国宾护卫队，见证这次重大的外宾护卫任务。外宾准备，外宾上车。出发。现在是不是已经出发了？我们看一看。没错，现在已经队员加上车，已经向我们终点首都机场开进了。现在我们的护卫5名队员已经列阵出发，我们非常期待他们接下来的表现，让全程见证。是。高队长，咱们在训练中，包括挑战过程中，看到他们很多严格的标准啊，还有很多这个非常严苛的训练，这些在我们的实际护卫的这种任务中也会体现吗？没错，这是我们护卫队员能够完成护卫任务的一个基础。我们正常护卫在护卫过程当中，队员之间的间距是1.5米，与我们主宾车的间距是10米到15米之间。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城区道路训练要保持60到80公里每小时。我们的高速训练是80到120公里每小时。在高速的情况下去完成这个标准的和落实，应该说是非常难的。这个间距必须控制得非常的准确。没错。现在我们车队即将驶入我们今天护卫的核心路段，就是长安街了。长安街是见证中国复兴之路的中华第一街。在这条街上啊，有很多重大的国事活动，比如说我们的阅兵仪式，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今天呢，我们再一次护卫外宾通过天安门，这是我们自己值得骄傲的一部分。来，大家看，现在我们的护卫车队正在驶过天安门区域。通过天安门。天安门是新中国从建国到复兴的历史见证，凝聚着全国人民的情感，是我们中华儿女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坐标。
对于外宾来说也是新中国的象征。通过建国门。通过建国门只是我们这整个路线的前一板，因为它还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转弯，也是对队员的一次考验。在盘桥过程当中啊，它是我们摩托车和国宾车队的一个配合。这样的话，我们每个队员在我们盘桥过程当中，既要注意利用我们的后视镜标旗，又要找到我们前轮和后轮的标记点，保持对正标旗。但是不管怎么变化，大家的这个间距是不能变的。对，间距是不能变。我们必须要以一种高规格、高标准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国家的外宾。接下来更难的就在前方了，因为我们知道前面就是三元桥桥区了。到了三元桥区，有6辆咱们的摩托车要加入我们的阵型。慢点提车。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队形的变化，之前处于后面的2辆车迅速往前提，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大 V。三元桥车队，准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三元桥桥区，另外6位先期到达的我们的护卫队员已经在严阵以待了。远远的我们看啊，我们的国宾车马上就要过来了，马上就要过来了。这时候我们的6辆车要实施一个小的加速。起步。加车。好，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队形的变化，6辆车迅速靠近，一边3辆，保持一个非常漂亮的间距，然后护卫在我们的国宾车队的2侧。没错，这次的护卫任务完成的非常好，能说是一气呵成吗？可以，非常完美，非常完美。也看得出来队员们之间的默契。我相信，正是因为他们在训练中一次次的挑战着不可能，才把圆满完成任务变成了可能。是的，这也是我们日常训练的严苛才能达到的标准。我们的原则是，即便是第一次，也要达到万无一失。现在，我们马上要到达每次护卫任务的起点和终点——首都国际机场。主持人，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专机楼。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第2318次国宾护卫任务即将圆满完成。准备登车。您看，我们国宾护卫队的护卫任务越来越多，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我们结交了更多的朋友，我们对外的合作越来越多，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我宣布，此次护卫任务圆满结束。好，太好了！这是一次帅到极致的护卫任务。此时此刻，我们国宾护卫队的队员们仍然坚守在他们的岗位上。我们本想把他们再一次请回到我们年度盛典的舞台，但是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待着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也只能通过连线的方式，再次把我们的问候和我们的敬意带给这些可爱的年轻人。来，有请导播帮我们接通前方。王队长，你们好！听一听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给你们的掌声。这一看应该是你们的训练场吧？这么多摩托车，还有战士们，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主持人好，我们正在为接下来需要执行的任务进行集体训练。这次任务动用的车辆多，阵型也更复杂，所以我们正在加紧的训练当中。
这个挑战可能需要的队员越多，默契性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所以我刚刚看到，好像在我们的训练中，还有队员拿着尺子在量这个距离，观察得很仔细啊。是的，阵型更复杂，对于我们队员速度和间距的把握要求也就更高。在训练中，我们会用尺子对车距、间距进行测量，目的是把控队员对间距的掌握和速度把握。其实，国宾护卫队作为我们国家外交礼仪的一张名片，可以说我们的这些战士们付出了艰辛的汗水。而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在各个方面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外交应该说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大家的一些切身的感受是怎样的。对，自国宾护卫队成立以来，每年担负任务的场次也在逐年增加。我们国家作为主场举行的外事活动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在一次次的护卫任务中，我们切身感受到了祖国的发展与成就。能够担负这样光荣而神圣的任务，我们也感到非常荣幸。其实就像董卿评委说的，就是这样的庄重的仪式，是一个国家的权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国宾护卫队的这个摩托车驶出国宾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一瞬间，又是一件重要的外交任务正在进行中。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今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不是咱们的战士们在今年也会有更多的任务在等待你们？是这样的，今年还有一系列的重大任务需要我们去执行。在接下来的任务中，我们将坚守国宾护卫队的职责，确保每一场任务的万无一失。今天，在挑战不可能年度盛典的舞台上，我们国宾护卫队队员将驾驶70辆摩托车，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70周岁华诞送上一份来自国宾护卫队的礼物。大老师，我们准备一下。好。赶紧注意，集合！哇！7、10。哇！厉害厉害！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国宾护卫队的队员们，谢谢你们，辛苦了。孙杨评委，作为推荐人，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他们的敬意？万里挑一，千锤百炼。我想，2000多次护卫任务的万无一失，正是因为他们把护卫比自己的生命看得还重要，国家的形象高于一切。我们的护卫队就是我们外交路上的一队护卫先锋，也是一张闪亮的名片。他们用自己强壮的身体建立起了一条友谊的桥梁，用轰鸣的马达声传递着和平的声音。在这个世界瞩目的年代，我们中国军人展现的是飒爽英姿，彰显着礼仪之邦的风度与魅力。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观众和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向你们致敬，向你们致敬，也再一次感谢你们抽出时间来和我们进行连线，期待着你们更多精彩的任务呈现在世界面前。再见。青年兴则中国兴，在追梦的道路上，如果年轻人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那么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接下来，我们有请孙杨为我们推荐下一位年度优秀挑战者。他在舞台上霸气宣言：这个项目，中国人说不行，那就是不行。这份自信来源于坚持不懈的刻苦练习。这份霸气来源于日复一日与数字相伴。他已远离赛场10几年，却在挑战的舞台上完成了令人震撼的双脑运算挑战。挑战成功！他用自强不息、不断超越的挑战精神，让我们感受到了珠心算的魅力。挑战成功！也向世界展示了令人震撼的中国力量。他就是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年度优秀挑战者吴美玲。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你好，吴美玲。你好，很高兴又一次见到你。很高兴。大家好，我叫吴美玲，来自吉林省延边州财政局，非常荣幸能够得到孙杨评委的推荐。今年年度盛典，吴美玲会要挑战她的双脑运算。对，可以说这是在珠心算的基础上有一个质的飞跃。我非常感谢这个挑战不可能的这个舞台，就是用各种方式来展现这个珠心算选手的水平和珠心算的这个项目的这种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珠心算。挑战不可能的精神就是不断的突破自我极限，所以我也想尝试一下吧。其实从小，老师也好，家长也好，教育我们都说一个人不能一心二用。但是现在通过吴美玲的挑战，我们发现一心二用真的，它是一个存在的事情。稍微更正一下，您说一心二用，它其实还是一心，很专心的，只是脑筋二用。是的，我是一心一意在做一件一心二用的事情。那今天的挑战会跟之前我们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对。今天我还是挑战双脑运算，但是形式上又有了突破，而且比上次的难度更大。我其实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成功，真的就是一种尝试吧。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挑战规则。评委在现场随机的输入20笔不同的3倍数。这20笔数字，我们会在5秒钟的时间内，以2笔数字为一组，通过语音和文字的形式同时出现。20笔数字，我们分成10组，每组2个数字，这2个数字一个是出现在大屏幕，一个是通过语音播报。挑战者需要同时进行看心算和听心算。
并且作答。回答2个答案全部正确才算挑战成功。当然，因为这个挑战难度实在太大，所以我们给他2次挑战的机会。究竟挑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极致的震撼？我们接下来有请挑战助理为我们上道具，同时也有请挑战助理为挑战者戴上耳机和眼罩。这一次的双脑运算挑战，不仅通过视觉上来接收数字信息，还要通过听觉来获取不同的数字信息，同时用2种感官捕捉不同信息，本身就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而在通过2种感官接受数字信息的同时，还要分别算出总和，更是让挑战变得难上加难。吴美玲能挑战成功吗？在人的生理学上面来说，视觉跟听觉是2个不同的通路，从2个不同的神经系统同时进入大脑，那这个挑战就是非常困难。好，谢谢董卿评委。20组3位数出题完毕，并且输入我们的题库进行数据处理。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为挑战者摘下他的耳机和眼罩。好，您戴上眼镜以后，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等你觉得视线彻底舒服了，你告诉我。主持人，我准备好了。好，我宣布挑战开始。357、613、489、761、304、865、936、761、304、865、936、425、736、589。哦，哇！主持人，我已答题完毕。哦，这个很可怕，这个。哇！太厉害了。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到台上，我们一起来验证答案。来看屏幕上出现的正确答案是：听心算6075，看心算6285。我们先来揭晓听心算的计算结果。我们来看第1个数字，听心算。很遗憾，第1个数字听心算出现了一点失误，那后面听心算的3位数字也没有办法正确了，所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把后面3个数字都可以为我们揭开。最后2个是对的，但没关系，我们来看看看心算能不能够准确。第1个数字看心算的答案是不是6呢？吴美玲给出的答案第1个数字对了。哇！来看第2个数字2。第2个数字对了。好。8。哇哦！最后1个数字。最后1个数字。看心算完全正确。你自己料到这样一个结果吗？会有的。
会有的。对，很正常。算的过程中，也许是我听错了，也许是我算错了，没有办法分辨，因为太短了时间。接下来你将面对我们的第2次挑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挑战助理，请帮他戴上耳机和眼罩。同时运用听觉和视觉来接收数字信号，这给大脑的反应增加了难度，而且在听清和看清所有数字的同时，分别还要算出2组数字的总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第1次挑战失败的吴美玲，能抓住最后一次机会挑战成功吗？够了。好，20组已经出题完毕，谢谢李博士，谢谢。接下来就有请挑战助理为挑战者摘掉耳机和眼罩。第1次的挑战失败，给吴美玲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面对最后一次机会，吴美玲能否调整状态，挑战成功呢？主持人，我已准备好了。好，我宣布，挑战第2轮开始。321、453、261、634、752、367、458、285、763、942。主持人，我已答题完毕。哇哦！哇！我们来验证一下吴美玲第2轮挑战的结果。我们还是首先来看正确答案。听心算5236，看心算5931。我们来验证听心算，第1个数字是5，正确。第2个数字是2，正确。第3个数字最后一个数字啊！听心算正确。接下来看心算，来看第1个数字。5，正确。第2个数字9，没问题。9，好，不要着急。第3个数字3，这真的叫一步之遥。最后一个1是否正确？请看。祝贺！挑战成功！耶！漂亮！哎，我刚才看见他挑战成功那一瞬间，他感觉他眼泪都快出来了。就你心里其实对这一次的挑战难度太大了。这一次为了能够参与年度盛典的升级挑战，美玲是不是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进行新的训练啊？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突破。导演组给了我这个卡片上面有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出来非常危险。我个人在犹豫要不要问。要升级了吗？他不是这么问的，但是导演组给我的问题是：恭喜吴美玲挑战成功了。今天这个挑战已经是你的极限了吗？觉得这个问题危险吧？你这个问题就相当于今天我训练完了，教练问我今天你用力了吗？我说我用力了，我还是不用力呢，对不对？但是我还是得问，今天这个挑战已经是你的极限了吗？可以，既然到了这个舞台上面，再突破一下自己极限吧。再加一点速度上，再增加1秒；视觉上再加一点干扰，看可不可以？听上去只是1秒，但是在这样一个本身只有5秒的一个计算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其实你像这种要用时间来计算，就像我们训练，今天我说我要在200米快1秒，或者说让你在任何上面太难了，对，太难，这个付出的努力有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0.01秒，对呀。0.01秒，有的时候都要努力很长时间。像他的话，这个1秒的话，肯定要通过运算方式，所有的速度他都要加快，他才有可能在这个1秒钟获得胜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陪伴着吴美玲，共同见证这样一项在她自己看来她都平时没有尝试过的艰难挑战。来，有请挑战助理为吴美玲戴上耳机眼罩。挑战难度再次升级，加上视觉上的干扰后，意味着挑战者在看数字信息时要更为专注，投入更多的精力。任何一个数字看错都会造成挑战失败，而且在增加视觉专注力的同时，必然会对听觉的专注力造成一定的影响。吴美玲还能挑战成功吗？谢谢孙杨评委，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帮我们的挑战者摘掉眼罩和耳机。好，吴美玲可以转身面对大屏幕，适应一下我们现场的光线。准备好了再告诉我，没关系。主持人，我已准备好了。好，接下来我宣布，吴美玲升级挑战开始。568、789、692、986、548、952、864、986、548、952、864、589、678、529。哦。正确结果分别是7195、7110。请看吴美玲听心算的结果，第一个数字。我其实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成功，真的。这个挑战就是非常困难。这个很可怕，这个听心算的结果，第一个数字。7，第二个数字1，第三个数字9，漂亮！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失误。第四个数字5，
哇！回答正确。拼心算已经顺利完成，我们来看看心算7110，第一个数字。7。啊。第二个数字。1。第三个数字。1。哇哦！最后一个数字。可以说这是在珠心算的基础上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个挑战就是非常困难。这个很可怕，这个。挑战成功！挑战成功！太棒了！哇！哇！哦！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美玲，你早就过了珠心算的黄金年龄，而且有正常的一份工作，你没有时间太多的训练自己，重新恢复到最好的状态来应对我们的挑战。那么我一直在想，你来参加挑战不可能的最重要的目的，你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就是97年的时候，20多年前。我们国家队第一批队员，我是当年的国家第一批队员，8个人跟我们教练一起参加了97年8月1号建军节的那个特别节目《综艺大观》，当时是倪萍老师主持的。我们当时8个人一起站在台上，为就是全国的观众表演。那时候是团体作战，我那时候是14岁，上面有17岁的、18岁的。那时候觉得天塌下来有他们，就是我们早就退役了。20多年之后，我一个人站在这个台上，我特别感慨。就总是脑子里就挑战的时候也是，或者之前训练的时候，我总想着一句话，就是我们国家珠心算队的墙上，从我们进入那里的第一天起，我就看到那上面刻了16个字，叫“刻苦学习，奋力拼搏。”为军添彩，为国争光。就是为了一项事业，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应该付出自己全部的意志力，要坚持到底。其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招募了这样一批学员，它是有我们特殊的军事用途的。是，我们选拔了最优秀的尖子，经过最刻苦的训练，对，让他们在特殊的时候为国家、为军队能够做出一些贡献。但是美玲的人生在经过了这样一个可能跟大多数人都不一样的人生阶段之后，她又恢复到了平常人的生活。那段日子成为了他生命当中不可复制的，别人也无法想象的，永远刻在了他骨髓里的东西。现在你的日子可能就跟一般的上班族没有什么两样，可是曾经那段日子与国家的荣誉关联在一起，所以你是一个不一般的人。在这里，我也想对我们当年的战友们讲一句话：我们第一批队员。当年我们8个人那一段我们奋斗的岁月，今天我自己站在这里，我觉得我真的是为了我们的荣誉而战。其实这也是我们《挑战不可能》这个节目4季以来一直在试图传递给观众的一种理念。那就是其实
挑战无处不在，超人无处不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一位平凡超人。我们挑战不可能舞台上出现的很多挑战者都是平凡超人，尽管这么多年没有接触珠心算了，随时只要有召唤，我相信哪怕是部队也好，哪怕是有任务也好，只要有召唤，披上战袍，他就是超人。所以再一次为生活中所有这些平凡的超人鼓掌致敬，谢谢他们带给我们的这种力量。有请孙杨评委为我们的年度优秀挑战者颁发我们的年度挑战奖牌。有请孙杨评委为《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年度优秀挑战者吴美玲颁发奖牌。祝贺吴美玲！希望吴美玲在她的数字宫格里以后带给我们更多的精彩，更多的不可能，震撼我们的国家，震撼国人，加油！挑战成就未来。本节目由为祖国下一代喝上好奶粉的君乐宝奶粉特别呈现。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加的新可能。怕油怕糖怕脂，请喝地博尔。本节目由特别支持茶饮地博尔赞助播出。接下来，我们有请李昌钰博士来为我们推荐下一个项目。我曾经为他们感动到落泪，因为他们在前线救灾、救护人民时，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人更忠诚、更无畏。我同时被他们挑战震撼，那是挑战不可能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挑战。骗人一座桥，骗人一条心。转眼之间，浩渺长江上，天堑变通途，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天地之间，江河之上，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们就是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年度优秀挑战者，东部战区陆军某舟桥旅的全体官兵。谢谢李昌钰博士。您为我们推荐的这样一个年度优秀挑战者，他们的挑战项目确实震撼了所有的人。我们今天在我们年度盛典的舞台上，回顾当时舟桥旅官兵们挑战的画面。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我们的交通和军事要塞。今天我们在这里将会见证舟桥旅战士们一次实战演练，同时他们也将挑战不可能。哇！今天我们要挑战的项目究竟是什么？我们接到紧急任务，20辆运输车队运送一批重要物资送往前线。我们战士将在车队到达前，在这1100米的江面上，快速架设一座浮桥，保障车队顺利过江，确保重要物资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前线。今天的挑战，舟桥旅的2000多名战士要在限定的26分钟内，在1100米的江面上搭建完成一座浮桥，而运输车队将在26分钟后准时开到江边，并直接上桥。如果车队上桥而浮桥还没最终搭建完成，即为挑战失败。我今天呢也有一位搭档在江上，就是我们的依依，他现在正在我们的快艇上。这一边是江面的中心位置，水深30米，流速现在是2米每秒，江面上空空如也。对，我们的官兵都隐蔽在江的两岸，一会儿挑战开始了以后你就知道了。让我来找找看他们在哪。我宣布实战演练开始。浮桥架设开始。车队出发，车队出发。浮桥架设开始。两岸栈桥分队、锚定轮桥分队开始升正。车手尾道网，人员就位。
在1100米的江面上搭设一座浮桥，需要用到14个浮桥模块，从左右两岸同时进行连接，最终在江心合拢，两岸进度一致，才能保证浮桥按时搭建完成。第一艘向我们驶来的这个船，这个叫什么船？今天我们架设的1000米浮桥，总共由门桥和栈桥组成。栈桥设置是浮桥架设的关键环节。指挥员要准确感知水流变化和栈桥惯性，迅速找准时机放下跳板，使栈桥的桥轴线与标定好的桥轴线完全重合，实现精准靠岸。这对操作的精准度要求极高，因为如果栈桥偏离几公分，浮桥搭到江中心就可能偏离10几米，最终导致浮桥架设失败。1号门桥向桥轴线已经。报告旅长，车队还有24分钟到达上桥地点。南岸的1到7号门桥注意跟进啊，注意跟进。右岸的浮桥搭建是今天挑战的关键，因为整个浮桥的中间有12节门桥连接，除了中间闭塞门桥外，右岸要比左岸多连接1个门桥，这就要求右岸每个门桥的搭建时间更短，每个用时不能超过3分钟。如果超时，就有可能造成整个挑战失败。今天江面风大水急，所以给门桥驾驶员的操作增加了难度。门桥在衔接时将更加困难，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浮桥能按时搭成，挑战成功吗？声音喊起来啊！1和2，声音喊起来啊！哎，稳住，稳住！啊，你跑掉了！啊，下游来吧，下游来！咋回事？到现在还进不去啊？调整，速度调整。抬起。向左走！1、2号门桥在连接时，因为受流速影响，没能一次到位，需要再次进行连接操作，搭建的时间很有可能会超时。报告旅长，车队还有23分钟到达上桥地点。动作快一点，利索一点。加油！好了没有？好，2号门桥向桥边已经。26分钟内，在1100米的江面上搭建一座浮桥，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它要求2000名战士做到千人合一的默契配合，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导致挑战失败。报告旅长，车队还有20分钟到达上桥地点。3号门桥全速向桥之间引进，收到没有？倒一点，慢了，倒一点，不上车，倒一点。下口令，倒住。快一点，利索一点。好。
现在我们的第2座门桥已经连接上了。现在倒计时是18分31秒，这个时间算正常水平吗？这个时间相对于过去我们训练来说，慢了大概将近20秒。啊，它比较慢的话，后面的门桥将不断的靠近桥中线。哦，如果它不加速，后面的门桥只能在江中线等待，影响连接速度，就不可能在26分钟之内完成任务。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而精密的一个工程。倒座，控制住门桥。4号门桥向桥中心引进，控制住门桥，收到回话。4号门桥收到。下了楼，报告旅长，车队还有15分钟到达上桥地点。旅长，现在的时间怎么样？现在战士们的状态比较好，连接速度也比较快，追回了刚才损失的时间。太好了，现在是倒计时14分30秒。管这个动作快一点，利索一点。我们是在模拟30秒的炮火覆盖。我们离炸点特别近，明显感觉到江面的震动特别大。模拟炮火覆盖是对战士们操作技能的检验，更是对战士们的心理素质、处置突发情况的考验。他们只有在炮火覆盖之后的有限时间内，更加精准的操作，争分夺秒，才能完成任务。战士们的挑战能成功吗？拉拢。6号门桥向桥中间引进。报告旅长，车队还有12分钟到达上桥地点。刚才炮袭阶段已损失30多秒，现在必须加快作业，加以挽回。赵旅长，刚才这个信号弹是什么意思啊？代表还剩10分钟。你搞这么大干什么？倒呀！最后一个门桥是我们的闭塞门桥。闭塞门桥是我们整个架设浮桥的重点和难点，因为到江中间位置，尤其闭塞口流速会更大，而且风比较大。闭塞门桥是整个浮桥架设的最后环节，也是最困难的环节，并且闭塞口的间隙与门桥的长度几乎相当，稍有偏差就会造成门桥碰撞，导致架桥失败。这需要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与作业手密切合作，把握仅有几秒的连接时机，实现闭塞门桥的顺利连接。闭塞门桥能在规定时间内闭塞成功吗？报告旅长，车队还有7分钟到达上桥地点。下面我们将进行另一种复杂环境的干扰。还有干扰？是的。
在实战情况下，架设浮桥的时候，可能会碰到各种恶劣的天气。今天，在浮桥比赛的阶段，用烟雾来模拟大雾天气，再次增加了挑战难度。战士们能在车队到达前完成浮桥搭建吗？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烟雾太浓了，我现在已经看不到最后一艘浮桥了。7号门桥下桥直接引进。7号门桥下桥直接引进。 7号门桥，7号门桥，不要高速了，中速，中速，中速引进。报告旅长，车队还有6分钟到达上桥地点。刚刚我们的视线范围内，本来我还能看见浮桥上的战士，现在我连浮桥上的战士都看不见了。好，B3门桥出现了。B3门桥在我眼前出现了。7号门桥，7号门桥，中速，中速。 中速引进，偏北岸了，偏北岸了，往南岸调一点。下口令，下口令。相较于之前的搭建来说。 我明显能感觉到他们的速度有所减缓，但是这个浓雾增加的难度真的非常大，这个烟好呛嗓子。觉得不仅是能见度的考验，还有呼吸的考验。对对。好了，现在B3门桥的南侧已经连接成功。报告旅长，车队还有5分钟到达上桥地点。 做好比赛准备，比赛口1.5米，开始比赛。50公分，20公分，停。101，第一次比赛失败，单双耳错位。现在我们的时间还剩下4分11秒，目前来说我还没有看到我们的车队的身影。车队在行军的过程当中是不做任何停留的。 如果刚才的失误对我们的整个工程进行影响的话，那真的我的担心可能就应验了。101，向水侧移1米。水侧1米。现在我们的时间还有2分钟不到。远远我已经看到车队的烟尘了，他们已经过来了。这边是烟雾，那边是车队的烟尘，越来越近，时间也不多了。101，比赛口20公分。停。停。哎，注意点。 现在的时间是1分15秒。报告旅长，车队1分钟后到达，请求上桥。运输车队保持原速前进。18收到，18收到，正在向上桥地点开进。我们现在要等待最后一颗绿色信号弹的升起，只有绿色信号弹升起，说明我们的桥闭塞成功。 车队就在眼前了，马上就要上桥。现在信号弹还是没有升起来。报告旅长，100米预警，请求上桥。车已经到了，马上到了，还没有成功吗？依依，我们依然没有看到成功的信号弹。车已经到了，马上到了。 车已经到了，马上到了。
回到你的外壁。啊！升起来了！成功了！绿色信号弹升起来了，车也来了。哇！太美了，这个画面太完美了。在我听来，这个铁板撞击的声音真的是最美的声音。我们如果想象对面是灾区的话，那现在20辆满载装备物资的军用卡车，正是带着希望驶向长江的对岸。太漂亮了，这个场景我真的很难想象，我们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壮举。虽然只是26分钟的挑战，但却是战士们几10年如一日的攻坚克难的训练。此时此刻，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是这里面的一份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你们辛苦了！今天我们用了26分钟的时间，在1100米宽的长江的江面上架起一座钢铁浮桥，这不但创造了战士们军旅生涯的最快成绩，同时他们也挑战了不可能。我们在长江上见证着奇迹。今天我们不光要为周桥旅的战士们点赞，我们也要为中国军人喝彩。好，最后一辆车已经驶入栈桥了，通过了！我宣布挑战成功。百克力和依依已经到达了周桥旅的营地。赵旅长，我想问一下，您对于我们这一次战士们的挑战是否满意？我对部队表现很满意。这次实战演练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周桥旅的官兵还是经受住了考验。这次演练任务不仅对我们来说具有很强的实战意义，对于部分老兵来说，还有另外一层的特殊意义，因为这是他们在军旅生涯中最后一次参加实战演练。今天我们将在这里为他们举办一场退伍仪式，请请政委主持退伍仪式。我们旅组建37年以来，一代又一代周桥兵坚守在战斗岗位，凭借着千人一座桥、千人一条心的团结协作精神，我们才能一次次地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今天，我们旅又有100多名战友就要卸下军衔，退出现役了。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送行。我宣布，向军旗致敬，向站位告别。退伍仪式现在开始，全体都有奏军歌，迎军旗。向军旗敬礼。请留队代表为退伍战友谢军衔。陈玉峰，即日起你将退出现役，是否清楚？是。自己，即日起你将退出现役，是否清楚？到。袁弘，即日起你将退出现役，是否清楚？是。彭凯，即日起你将退出现役，是否清楚？是。即日起
你将退出协议，是否接受？答。顾城从这日起，你将退出协议，是否接受？接受。刘振兴，即日起你将退出协议，是否接受？是。刘先锋，即日起你将退出协议，是否接受？是。薛队长，即日起你将退出协议，是否接受？是。即日起你将退出协议，是否接受？走。即日起你将退出协议，是否接受？答。董晓，即日起你将退出协议，是否接受？是。告别的不仅仅是军营，告别的也不仅仅是那身军装，告别的是自己最宝贵的一段青春年华。但是自己的这段青春，如果能够和祖国的进步和人民的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无怨无悔的一段青春，那就是值得一辈子骄傲和珍藏的一段岁月。他们在军旅生涯中，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创造着不可能。在他们卸下军装之后，也希望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当时这期节目在播出的时候，我那个在海军当了20多年兵、70多岁的老父亲看的是老泪纵横。尽管他已经离开部队那么多年了，但是这样的场景仍然能够触动这些曾经当过兵，以及我们所有没有穿过军装的人。那一个时刻是神圣的，但那个时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军人肩上的责任，以及对于他们这份使命深沉的爱。很遗憾的是，尽管这个项目进入到了我们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年度盛典，但是由于周桥旅的官兵们仍然还在时刻准备着去肩负起最艰巨的任务，所以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向我们的周桥旅官兵致敬。海天蚝油一招定鲜，本节目由加一点就好鲜好鲜的海天蚝油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赞助播出，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加的新可能。本节目由吉利汽车博瑞博越特别支持，大美中国车为中国加油。怕油怕糖怕脂，请喝地博尔。本节目由特别支持茶饮地博尔赞助播出。